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，我是王炯。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刚刚发布的，应该说是90赫兹3节的第二台 Realme X2 Pro 啊，这也是 Realme 今年的855 Plus 旗舰绿厂系10月份的机器呢，全部90赫兹。之前呢，我们已经跟大家聊过了，这个 Reno 的 S， 这个是它全新的，可以说主打游戏系列的一台机器吧。这一台 X2 Pro 呢，之前网曝啊是换壳大法好，这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么它实际上手到底怎么样？不客观的体验，小白测评咱们马上开始。OK， 这个盒子呢，其实跟这个 Realme X2 那个基本上是差不多的。这个外边呢是它的这个蓝色的版本机型图。这次呢它发布呢应该是有2个颜色，一个是海神啊，这个蓝色，还应该是月神，应该是一个浅色版本啊。不过我没有拿到，我不知道。配件方面呢，一个清水套，这个是深灰色的。机器咱们先拿出来放在旁边。第一个要点来了，就是这次 X2 Pro 全系标配了50瓦的 SuperWOOC 闪充，不是65瓦的，毕竟要给这个大哥 S 一点面子。这个黄色的这个插口，这个和这个 SuperWOOC 闪充这个 S 上面这个黄色插口是这个一样的，最高是10伏5安，50瓦 SuperWOOC， 这应该也是 2.0 的，只不过是在速度上呢稍微控制了一些，是吧？这个技术方面全都有了。各种打包组合，然后分成不同的产品线，绿厂果然营销鬼才是吧？OK， 其实整个充电头体积呢，跟这个65瓦的 SuperWOOC 呢是差不太多的，但是硬说上呢，感觉要稍微小一些，而且方正一些，这个看起来更精神一些。不过这个体积也是不小了。数据线，然后没有耳机，这个配件方面呢，咱们先拿到一边。OK， 咱们来看一下 X2 Pro 50瓦的 SuperWOOC 闪充的实测瓦数有多少。Realme X2 Pro 机器方面呢，我们已经是全面设置完毕啊，这个不用说了啊，这个跟这个 S 方面呢是差不多的。正面打开之后也是这个 ColorOS 嘛，所以说是一模一样的。然后里边的这个主题和壁纸方面呢，确实还是不一样的。这个X2 Pro 这边呢，还是有 Realme 自己的这个风格。2台手机拿在手里呢，这个手感呢 ，ID 方面都一样嘛，这个拿在手里也基本差不多。但是啊，这个我确实能感觉到，在这个颜色的调教上 ，Reno S 它的这个后背加上边框的这个颜色，感觉上要更高级一些。这个 Realme 这边呢也不差啊，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这种蓝色。然后这次最奇怪的呢，就是这个 Realme 它这个 logo 在后背呢设置在了摄像头的右侧 ，Realme 这个 logo 正好在手指的上方。当然，这个如果你要是竖置放在下面的话，或者横着排的话，跟这个 OPPO 的这个 S 呢就非常像了。这个正面打开这个屏占比呢也是91.7，也是90赫兹的这个直屏。另外呢，就是它跟这个Reno S 一样，也是这个双扬声器，就是顶部这扬声器呢也是非常大。我小剧透一下啊，1+7T 也是一样的。主摄方面呢，这次啊它是不太一样，虽然说都是凸起的这个4颗摄像头，但是它是三星的 GW1 6400万的这个主摄，然后长焦呢是1300万，然后还有一个800万的广角，还有一颗200万的副摄，而这个 Reno S 这边呢是 MX586，是这个4800万的这个主摄。OK， 那咱们就废话不多说，一起来看一下 Realme X2 Pro 的实拍样张表现到底怎么样。OK， 还是老规矩，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X2 Pro 这几个关键字，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和实测数据，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。Realme X2 Pro 的18项实测数据，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更新到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里边，直接扫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了。配置方面呢，也是例行的升级855 Plus 这个下半年的还有就是 UFS 3.0， 但是要特别强调一下，这次它这个初始版本64G 呢是 UFS 2.1， 只有这个高配版呢是 UFS 3.0， 你在购买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。OK， 下一个就是比较无聊的环节，就是又是855 Plus 加上 UFS 3.0， 再来看一下 X2 Pro 的跑分情况，应该都差不多。
然后双扬声器、杜比全景声，这个就是他们都有的，这就不说了。电池方面呢，也是一个4000毫安时的电池，最高50瓦的一个快充。它的实测数据呢，我们会更新到这个数据库里面，但是我预测一下，应该是在40分钟左右吧，大概是这个时间就可以充满了，就多个10分钟。绿厂系这边呢，在下半年充电速度上呢，还是非常给力的啊。整机呢是199克的一个重量，跟这个 S 这边呢也是差不多的。然后90赫兹的这个屏幕这边啊，我们就说过很多次了，就不再多说了。反正就是如果你刷微博或者是刷网页的话呢，会体验的更加流畅。OK， 录制这期视频的时候呢，我们还不知道它这个价格啊，但是呢，可以肯定的是，它比这个 S 应该要便宜。S 这个优惠完了，最便宜的价格是2999元。我估计啊，它应该是2600、2700的这个价格。大家可以走一波弹幕告诉我它的最终实际的价格是多少。总体上呢，这台机器呢，其实就是绿厂 OPPO 系的一个细分品类吧。这个 Realme 这边呢，确实也是这个主打性价比的另外一个分支。这个大家肯定会说啊，就是都差不多啊，1加 7T 啊 ，Realme X Pro， 还有就是 Reno S。但是在整个绿厂这个生态里面呢，这些不同的品牌呢，都是有各自的细分的，尤其是 Realme 跟这个 S 这边，这个 Realme 这边呢，可能更直面这个性价比的，比如说荣耀啊，或者说小米这样的一些品牌，而 OPPO 这边呢，可能要更偏线下一些。当然啊，这个 S 这台机器呢，也多说一句，就是感觉 OPPO 也开始走性价比路线了。就是 S 这台机器2999的话，它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。你敢想 ，OPPO 都开始玩性价比了，这个 Realme X Pro 这边呢，就更不用说了。在这个价位段之中，这台机器应该是性价比到目前来说最高的一台了，我觉得甚至比这个小米9 Pro 还要高一些。当然，如果要是不强调5G 的话啊，它这个配置真的是非常非常给力的。就像这个它之前那个 X2 打这个 Note 8一样，这个 Realme 这边今年真的还是非常激进的，不同的这个配置做一些小的改变，然后在这个宣传或者说在这营销的策略上呢做的不同，这个其实是无可厚非的。这个各自呢都有各自面对的这个人群和市场，这个也不用怎么酸，这个你喜欢哪个买哪个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当你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，我估计 Realme X Pro 的这个数据呢已经是更新的差不多，或者说就晚上就更新了啊，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查看它的实测数据就行了。我个人还是非常好奇的，因为在这个价位段之中，竞争真的是非常非常激烈。今年国产机感觉这个竞争的激烈程度又上了一个台阶儿，这仅剩的几家大厂也开始各自的拼那个性价比、拼价格了。这个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是更好的一件事，因为你可以用个便宜的价格买到配置更高的这个机型，杀的是血海都不止了。除了视频呢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，每日新鲜资讯，每日语音，每天在那儿和大家聊天，赶紧扫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。我们的小白优品商城还有数据库呢，都在我们的公众号里边。对我们的视频有什么建议、质疑、提问，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B 站小白测评、新浪微博小白测评，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小米的日子不好过啊。